男人本只是在零下30度的冰湖边捕鱼，没想到竟捞起几条肥硕的大鱼。他满心欢喜，盘算着回去大快朵颐，却在不远处发现一个黑色手提箱。直觉告诉他不对劲，可箱子里装着的是整整200万美元。更惊人的是，冰层之下隐约可见一架被冰封的飞机残骸。他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，沾了血也必招灾祸。可人穷志短，他终究没忍住，把箱子带回了营地，打算天一亮就远走高飞。可第二天清晨，巡逻的女警就拦住了他。他注意到他神色慌张，又一眼瞥见那个黑箱打开后，当场愣住。就在他准备带他回警局调查时，一辆越野车突然冲来，车门一开，几个持枪男子冲下，为首者二话不说，抬枪就朝女警开火。千钧一发，男人一个野蛮冲撞，撞开女警，枪声骤响，冰原上瞬间爆发激烈枪战。趁乱，女警冲向警车，男人也跳上后座，疯狂逃命。可歹徒岂会放过他们？因为只有他们知道那架坠湖飞机的位置。那飞机里不止一箱钱，而是10几个装满美元的保险箱，总计数千万。这些钱是他们从毒枭手中抢来，准备空运出境的，却因空难坠入冰湖。女警立刻用对讲机呼叫支援，可警车却在半路抛锚。为防男人逃跑，她用绳子绑住他的双手，两人只能徒步逃亡。没多久，歹徒追上了抛锚的警车，可车里空无一人。就在他们惊疑之际，脚下冰面突然碎裂，警车轰然沉入湖底。歹徒们慌忙抛出绳索，才救起开车的同伴。而杰克和女警正踩在薄如纸的冰面上，步步惊心。更糟的是，一名光头歹徒发现了他们，杰克当机立断，在对方必经之路设下捕兽夹。下一秒，光头飞天而起，重重摔落。他挣扎着去捡枪，却被杰克一箭射穿大腿。箭矢未拔，杰克又抡起弓箭猛砸。两人在冰原上搏命死斗，最终光头将杰克死死按在地上，刀锋抵喉。千钧一发，杰克瞥见自己腿上的箭猛地拔出，反扎进光头肩膀。光头痛吼，去捡冲锋枪，地面却在此时崩裂，杰克坠入冰湖。光头暴怒，对着冰面疯狂扫射。杰克在水下如鱼般闪避，悄然游至光头身后，一记利刃刺穿脚掌。就在光头踉跄之际，女警及时用捕兽夹夹住他的头颅，两人趁机冲入暴风雪，亡命狂奔。而女歹徒目睹丈夫惨死，发誓要将他们碎尸万段。可同伴拦住他，杀了他，我们就永远找不到飞机坐标了。他们只能活捉杰克。杰克深知凭两人的体力根本逃不出追杀，于是他带着女警拐向自己曾设陷阱的猎区。果然，女歹徒踩中陷阱，一根尖锐树枝贯穿脚掌。同伴急忙将他抬进林中小屋包扎。歹徒老大也随后赶到，下令明早杀掉他们，再慢慢找飞机。次日清晨，杰克与女警溜进附近村庄，女警终于联系上警长她的男友。可她立刻察觉不对，他从未提过飞机的事。警长早已被收买，他拔枪逼迫两人上车，准备亲手交出他们。杰克却笑了，你若把我交出去，只能分5%，但如果你带我去飞机坠毁点，我们3人平分几千万。警长眼神一动，杰克说，坐标在我背包夹层。警长立刻翻找，咔，捕兽夹瞬间咬住他的右手，汽车失控侧翻，杰克安然无恙，踹碎车窗救出女警。可警长彻底疯了，掏枪欲杀杰克，砰，一枪爆头，是歹徒老大带着人杀到了，枪口齐齐对准他们。杰克看见地上一把手枪，他猛地脱下外套抛向空中，趁众人抬头，他飞扑而下，抓枪转身开火。女歹徒应声倒地，肩头中弹。老大缓缓走近，冷声道，只有你知道飞机在哪，说还是死。他把枪递给手下，杀了女警，留着他没用。手下却摇头，他死了，我们永远找不到坐标，那你也别活了。老大抬手，枪口对准了他。手下笑了，你忘了，这冰面下是甲烷。他点燃打火机，轰，冰面炸裂，烈焰冲天。火光中，老大与手下同归于尽。杰克趁乱逃进森林，却在一处废弃仓库发现女警不见了。他冲进去，只见一名黑衣歹徒正挟持他。女警猛然转身，一个擒拿挣脱，杰克扑上与老黑缠斗。
精疲力尽的他根本不是对手，很快被按在地上，枪口抵住太阳穴。千钧一发，女警从后方突袭，一记重击令老黑失神。杰克趁机翻身，匕首直刺咽喉，老黑倒地，血染冰面，沉入湖底。故事的最后，杰克独自回到冰湖，他潜入沉船，拖出所有箱子数千万美金，静静躺在冰水中。他没有带走1分钱，那些钞票沾着太多人的血。他将所有钱匿名捐给了附近最贫困的村庄。风雪依旧，冰湖沉默，而他的背影消失在远方。影片至此落幕。